5月清单之 What's in my bag 夏日对策环节。跟你讲，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死亡芭比粉，噔噔，如何？一直沾到我的口红，绑遮阳帽。我说好，那我要买这个。Hello， 大家，我是美，欢迎回来。其实我这2周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能量消耗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这礼拜一直提不起劲拍片，然后也想说真的想不到要分享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其实也不用真的分享什么，没关系记录就好什么的。但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还没有从那种婚礼然后很外放，就一直往外释放能量那个状态恢复回来，然后可能加上天气吧，就是天气的关系，然后让我可能就是有一点还不是很适应夏天。然后我前几天还一直拉肚子，我也验过了，不是确诊，就是可能就只是吃坏肚子这样，然后但是有拉肚子拉了2天，反正就整个人就是在一个不是很舒服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怎么办？这周到底要录什么？然后但是因为刚好进入到6月嘛，我的生日耶，就刚好进入到6月，然后我就想说那有个5月的疗愈清单，还有一个在一个待办的 list 上面，但是5月真的没有什么疗愈的事情可以分享完全没有 ，totally nothing 。5月就是很崩溃的婚礼月哪有什么疗愈清单可以分享？然后我就想说，好啦，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虽然是一种5月清单，但是它是5月清单之 What's in my bag， 还有我的夏日对策环节。什么是夏日对策环节呢？就是我买了一些因应进入到夏天的用品，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有想要最近有想要应对一些夏天的天气策略的话，或许可以参考看看。对，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 What's in my bag， 虽然没什么改变，然后跟夏日对策环节，好吗？就是看一下大家夏天有没有想要做一些这个造型，或者是一些彩妆，然后或者是一些对抗太阳之类的一些小物推荐给你们，但都不是业配，但也欢迎厂商找我业配。今天这一集会看起来有点像业配，原因是因为就是品牌蛮集中的，可是真的都是因为我最近觉得想要换一个心情，然后就偶然发现，天哪，这个品牌好像就是可以买这样，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然后我也觉得效果是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好，在进入看起来很像业配的品牌环节之前呢，先来跟大家介绍我新的美甲。噔噔，你看，为了夏天，就是也做了一个新的发饰，然后这次的发饰呢，就是非常可爱的这种，这叫什么多巴胺，就是很鲜艳的，有点带橘的红色，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因为一般大家发饰不是做细细的嘛，然后我就是希望它可以不要太成熟的感觉，所以我就特地请我的美甲师做稍微粗一点，就是它颜色多一点的发饰，就是很有夏日感，很可爱。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做美甲的，因为就是你们知道我就是很常在用电脑然后或是很常打游戏然后或者是很常需要就是跟厂商吵架为什么？没有啦，就是可能很常就是会需要就是用这样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指甲敲到那个键盘，或者是在打手机的感觉，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可是因为最近我也有比较勤奋的在拍 IG 的照片，请大家追随我的 Instagram， 真的很认真在拍，而且我就觉得拍出来的照片每一组都非常非常喜欢。这样，我现在就是固定就是大概礼拜1或是礼拜2都会就是挑一天，然后出去认真拍我一整周需要的素材，真的蛮认真的，大家可以去看。对，然后我就拍的时候，我们的拍摄小企划他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手有做指甲的话，就是还蛮不一样的，就是看起来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精致一点，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指甲的存在度好像是需要的，所以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做这样，然后我想说好啦，那我就再做一下，然后多试拍几次看看，然后照片出来的感觉的确是还蛮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手短脚短的类型，这样就是
而且我手指不是很好看，所以就的确是好像需要一些美甲的帮助。讲完了我的美甲，现在就来到我的夏日彩妆环节，如何各位？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我今天还试图的帮自己粘了假睫毛，但我没有要推荐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大家出门不要花这么多时间。这只是我就是突然一个心血来潮，想说，我粘粘看，然后看有什么感觉。其实效果还不错，但我没有要推荐这个，我要推荐我的夏日彩妆。我最近呢，因应就是夏天，然后我就觉得夏天它就是可能要缤纷一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介意那个夏天如果很脸打很亮的话，可能会有油光感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不管，因为我去做那个韩国色彩鉴定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就是适合亮面的彩妆，所以我就不管。如果大家觉得是油光，那就是油光吧，反正我就是要做亮面。所以我就是把我整个那个彩妆假彩啊，然后唇彩的部分，然后都有做一些产品的购入跟更换。然后这个系列我觉得非常棒，我就想要推荐给你们。但是好像听说就是在上市的第1、2天内就卖完了，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要等预购。我不确定，就是贵哥讲，但我不确定的，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Dior， 他们都要这样 Dior。Louis Vuitton，Dior， 没有嘲笑，没有嘲笑，我就只是觉得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好不好？Dior 系列的，这叫什么新的假彩系列？然后它有一些是旧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结合起来很好看。但是最新的就是这个 Dior 的假彩棒，然后我拿的是粉红色 Pink 001，跟你讲，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死亡芭比粉。其实有一点可怕，对不对？死亡芭比粉，但是非常，你们看我的脸颊，颜色非常的可爱。我擦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对不对？这其实颜色意外的还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死亡芭比粉就觉得很害怕，但是它擦上去是，我觉得你的脸就是会透出那一种花园般的红润感、粉润感，像从花园走出来的花园女孩。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颜色买的蛮好的，就买的蛮对的。我那个时候一试色的瞬间，我就说，那我要买这个。然后因为这个假彩棒它是膏状的关系，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上蜜粉之前，就先把它上去，这样你就这样子上去，然后你可以用手指啊，然后也可以用海绵啊，这样拍把它拍匀。因为它是湿状，所以就是膏状的，所以它会跟你的就是肌肤很贴合在一起，你就会真的很像是就是从肌肤底层那样透出来，然后它还会有一个那种就是湿润的光泽感，很赞。你们以为一个光泽感就够了吗？不够。再来也是这个，这是好像是打亮的，这叫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到时候再查一下正确的产品名称，然后我做一个字卡这样。然后但是它是这个TUTU， 然后它是假彩蜜，它应该是打亮的假彩蜜这样。然后它是有带有一点颜色的亮粉，然后呢，它就是会非常的亮，你可以在脸颊上啊，或者是鼻头啊之类的做高光使用，也是涂在手上给大家看，是不是？其实我不确定，因为我现在拍 log 档。然后我的那个相机的颜色是全灰的，我不确定看起来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非常漂亮。再上一次，在我的脸颊、鼻头上，然后再给大家看。而且我觉得Dior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彩妆品都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香气。那你可以这样子。然后就边抹，然后就边觉得天哪，好香哦，好喜欢哦。然后你的脸部的光泽感就会非常的好，噔噔。所以呢，我夏天自己有换这2个，就是假彩系列。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所以我才觉得应该会真的看起来很像业配。因
因为我那天就是正好经过他的那个彩妆的柜上，然后我又看到那假彩棒，我又就想用，然后我就还请那个柜哥帮我就是试用这样子，然后那天柜哥的服务非常的好，然后我就一瞬间就被说服超多产品，然后我就好啊，那我反正刚好夏天彩妆要换季，那我就全部包起来。然后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去的那一天好像6月1号，然后哥哥就说：“哇，我发现你的会员资料里面这个月是你的生日月，生日快乐！你有会员礼，还有折扣礼金可以使用，然后我们现在百货还做活动，叭。然后你就好，那就好，包起来。”所以就有一个不小心买太多的概念，所以还没结束，还有一个，噔噔，也是迪奥的唇蜜。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唇蜜，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果冻，就是你只要真的涂一点点上去，你就是有一个很嘟的那种果冻感。然后重点是它是凉的。超喜欢，简直是夏天的救赎。你知道是夏天，然后那么热，太阳那么大，然后但是你就是擦一点点这个唇蜜在嘴巴上面这样，真的超嘟，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薄荷的凉感。夏天就是要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夏天就是好凉，好喜欢哦，所以真的就是大家要去购入好吗？就是它也有颜色比较淡的。我也有买，真买太多，我也有买，但是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可能今天就是喜欢颜色丰富一点这样，就是所以我今天就擦这一支，但是就是它有薄荷凉凉的凉感唇蜜，然后又是嘟嘟唇果冻唇，激推，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家的彩妆品。没有想象中的贵，虽然还是很贵，但是我觉得就是单品项，就如果你挑，例如说我只买加彩棒，或者是我只买唇蜜，然后或者怎样的，你就会觉得，虽然迪奥是就是彩妆界中的精品，但是这好像是我可以负担的价钱这样，然后包装又很美，买一支就是心情会非常的好，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这没有业配，这全部都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可能就是在柜上试色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很会做生意，拜托大家放过我真的是就是拜托大家放过我，就是在柜上然后在那边试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看准了我不会说 no， 我好像就是不会说 no 的人，所以他们就是试了一些色这样子，他说这个我让你试试看这样子，可是这个我们现在现场没货，所以你可能要等预购，或者是我给你色号你就去官网买，然后还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官网买有算他们的业绩吗？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推销我？我就是一个被推到了一个不行，所以就有很多色我可能是在现场是没有的，我就最后还跑去官网买，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服务非常的好，就是谢谢那位贵哥，非常感谢你，谢谢。非常疯狂的彩妆结束了，然后呢也想要推荐我最近就是跟朋友去信义区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因为夏天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底妆可能也会需要有一点改变，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那个底妆是没有防晒效果的，就是或者是它的防晒做不够的，就它可能不是 SPF 50+，然后什么 PA 加，现在不是都是要讲求那个 PA 要加很多嘛？这样就如果你的底妆可能不够力的话，夏天其实可能底妆要稍微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太阳真的有一点可怕。我那天是端午节附近的时候，然后去花园做照片的图文的拍摄，就是 Instagram 的。因为就是我们都很怕会午后雷阵雨，所以其实我们都会约，就大概11点啊，然后什么12点啊那附近的时间，然后出来拍。然后那天一晒，哇靠！回家洗脸，我就真的是就是觉得那个斑好像快要长出来的那种感觉，就真的是有被太阳吓到，所以我后来回去就马上就是想说，那来看看底妆要不要，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暂时可以换一个保护性比较强的。然后刚好我跟朋友去信义区逛街，就逛到这个牌子 FWEE 怎么念 ？FWE。但是我记得韩国人是不是很多就是那种自首不发音的，所以可能念 we 嘛，我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刚好它的这个粉底是有 SPF 50，
Plus， 然后跟 PA 加这样子，然后我就买它的气垫。我今天也是就是用他们的气垫，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用。但是这个本身是走一个遮瑕比较完整的路线，所以它就比较不是亮面的。但是就是没关系，因为我的夹材都是亮面的，所以就 OK， 就一个结合的刚刚好。然后刚好它又有那个遮瑕的效果，就还不错。然后也可以试在手上给大家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因为我现在就是用一个 log 档拍摄，有吗？我 log 档拍摄怎样看起来都灰灰的，所以我也不确定。不清楚我就算了，反正我就觉得，我只是觉得，就是你也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气垫啊，我就只是觉得大家的夏天的底妆好像可以开始换防护性比较强的，就是以免就是你。就是可能中午的时候出去买便当啊，或者干嘛的，被太阳晒到脸就有一个长斑这样子。推荐大家也可以换一下自己的粉底。彩妆类的东西终于结束了，在进入到包包的环节之前，还有一些防晒的小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最近买的。它都是一些夏日的防晒外套，然后这都是我在淘宝买的。就我平常是自己在开车，然后你知道开车的时候，它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那个太阳都会这样子全部都照进来，然后你手握方向盘这样子，所以开车的人永远就这边，就真的都会超黑。就如果你没有做防晒的话，你这是夏天时间一久，你手臂这边真的是。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一个很黑的感觉。有一些女生是会买袖套，我自己也有买袖套，然后放在车上，这样就是有一个车上有个空间，然后我就是会买纯袖套的话，它就是会从这里到这里这样子，然后就是这边会被遮住。可是有的时候也会穿无袖啊，那你穿无袖啊，这边怎么办？它们有色差，所以我自己后来还是有准备小外套。然后而且小外套的话，就是可能你出去买便当，到底要去买便当几次？就出去买便当或者干嘛？就是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小外套就还是可以穿，你就可以先披着这样，然后就可以安全的走在路上。防护的小外套，因为它的材质就是那种透气、那种很轻薄的那种机能的那种透气材质。然后呢，它这边很贴心，就是有做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你就会这样，然后骑车的时候、骑摩托车的时候也会这样啊。这样你们骑车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对吧？所以有一些外套，如果你有些外套只做到手腕，就 no 就会色差。所以现在就是有做到这样，我就觉得很贴心。跟你讲，这件外套最夸张的地方就是它还有面罩。就如果你是摩托车通勤族的话，我觉得这个外套非常适合你们。如何？一直沾到我的口红，就把你的那个整个脸都这样挡起来，然后它是有一点斗篷设计这样，所以下面还是通风的。就是你拉下来的时候，可能需要补妆一下。我可能就是穿着这样，然后主要就是包覆到手背，这样就是因为手背就是很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然后除了这一件的话，我要买2件，因为想说可以替换用这样。然后另外一件呢，设计也非常的可爱。然后这是我在淘宝买的，所以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没有业配哦，我也没有什么导购链接哦，真的就只是纯推荐。然后另外一件呢，它也是就是下摆，就是做这种蓬，不是蓬啊，就斗篷式的，然后不会就是整个束紧的感觉。然后这件超可爱。它这边是空的，真的很 Q， 所以这样你就会很凉。然后它也有做这个手背这个设计，所以骑摩托车的你就这样，很可爱。还有做一个帽檐，这边也是可以挡的。然后呢，它也是这样子拉起来。然后这件的那个脸部遮阳的松紧度就抓得蛮好的。这件刚到的时候，我在试穿的时候，我先生还问我说我要去哪里，我有点防护过头了。这就是通勤的时候用的啦，大家就通勤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然后就材质很好啊，就是那种机能型的洞洞的。然后你看一下防风吹啊什么的，然后防那个你的脸被晒到啊。然后它这边还做这个黑黑的这个。
防紫外线啊，我觉得整个就是做得很好，然后还有口袋。刚刚上一件是没有口袋的，如果有想买的人，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推荐给你们夏日的防晒对策。然后如果很懒，或者是就你觉得不想穿个外套，就算它再怎么透气，还是会很热什么的，就也蛮建议你可以买一顶就是帽檐很宽的防遮阳帽。然后它这个材质也是机能的那种，很轻薄的，所以你也可以整个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啊什么的，也都很 OK。好像是还是我带错了，好像是这样。然后因为它那个帽檐很宽嘛，所以就是你那个脸这边就一定都遮得住。然后平常呢，你就可以放在包包里面这样子。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然后就拿出来戴这样。然后因为它的就是材质也都做得很轻薄，所以头也不会闷闷的，就很推。就夏天好像就真的可以买一些这样子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小防晒一下，不然现在的天气真的有一点太可怕了，晒完之后肤色会变得很不均匀，我自己觉得。最后呢，就是花钱买 bag 环节。最近背的包包，最近真的不适合拿太小的小废包，因为最近可能要装一些防晒用品啊什么的东西，就会有点多。你看，如果这些东西要放进去的话，就太小的包包就会装不下，所以我最近就是背这种托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放一些拍摄用品，然后防晒用具啊，然后折叠伞啊什么，因为有时候午后雷阵雨怎样，或者是小阳伞也可以，就是可以准备一把在包包里面，我觉得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是在台北中山的某一间咖啡厅楼下的选物店买到的，我也会把链接贴在说明栏。然后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然后这个选物店就是把它代理进来这样子，所以你们就可以在他店里看到很多这个品牌他们自己出的包包这样，然后都很可爱。所以就是目前最近呢，就是换成这种稍微比较大型的包包，但包的内容物呢几乎完全没有变，就不特别多做介绍。唯一变的是，噔噔，我换新的钱包了，又是 Dior。因为我就最近去他们柜上逛，然后他们出了一款非常可爱的凉鞋，所以我就又买了。因为这个月是我生日，所以我就是又买了凉鞋，然后又买了新的这个卡夹。这个卡夹超美，然后一开始我在他柜上看就是只有黑色，然后我就想说，黑色好像有一点无聊，就是好像比较没有Dior感。我就问销售说有没有那个SA 吗？是 SA 吗？反正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别的颜色可以看这样，然后他就拿出了这酒红色，然后当下很犹豫啊，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其实黑色也很好看，因为黑色其实就是百搭款的，可能看久了不会腻。就我也不确定我这红色看久了会不会腻。于是我做了什么？我就在现场就是拿出手机问 ChatGPT。我说 ChatGPT， 请你结合我的生辰八字，帮我看我的钱包应该要拿什么颜色，对我来说比较幸运。结果我八字幸运色居然真的就是玫红色系，红色系。他说我拿钱包就是要拿红色。我说好，那我要买这个。我觉得跟 ChatGPT 聊占卜类别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就尤其是塔罗牌，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每天有一个什么塔罗占卜的那种感觉，其实可以每天就问他，就说例如说我可能都会在睡前的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帮我抽一张明天的运势卡牌吗？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帮我抽一张，然后而且因为我最近就我现在还有用那个 ChatGPT 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可能就会结合我日记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结合我身边的一些时事，然后用塔罗，然后帮我分析解读我明天的运势会怎样，就还蛮好玩的，就也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想试试看的话，蛮值得一试的哦。就是塔罗，然后跟我觉得八字，就是可能讲一些东西。
有一些很容易错，像星盘就蛮错的。就是我觉得 ChatGPT 的星盘好像就看的不是很准，但是我觉得塔罗是蛮值得参考的，就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可能八字可能就也微吧，但我觉得应该也是可能蛮容易出错的，因为八字也是蛮细节的，所以就是参考用啦，参考用。好，以上这些东西一起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舒服的进入到夏天的环节。台湾的夏天真的是非常的，我其实是喜欢夏天的人啊，就是我觉得我是喜欢太阳的，然后我很喜欢那种流薄汗的感觉，所以我流薄汗像什么一个人名呢？就是如果说我在家里冷气的话，我通常都是开28度。我是认真的，开28度，我就喜欢就是那种有一点流汗，然后觉得身体很代谢。其实我是喜欢夏天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最近紫外线真的有点 too much， 有点太超过了，所以就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准备一下，迎接美好的夏天。那不喜欢夏天的人就待在家里啦，好不好？待在家里比较舒服。好了，希望我下支影片开始可以比较回来这种创作的能量。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也是想要动起来，但是最近有点力不从心啊。但没关系，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留言，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大家拜拜。